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不限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实习生们在香港展开了医学美容跨境商事的非诉类的课题考核，胡明浩和朱绰莹是各自带领一组展开了备战。第6个课题，客户所选择的服务方案来自于朱绰莹组。早上好，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呀？活力满满迎接新一天。优秀。那齐真的每天元气满满，是元气少女。哎呦，怪的嘞，有没有吵起来了？是吧？哇，你今天好帅的西服，好帅的西服。今天换一个风格。Hello， 摸你这衣服，所有人都看到，都是这反应哈。你今天这衣服怎么穿得跟法官似的？有点宽松。你看直男说话，别人都好看，你怎么穿跟法官似的？凯凯一个人在去多多呢？谁？凯凯啊？他是困了吗？还是郁闷了？不知道，我去问一下。你就看一看，他一个人就在这转，去多多呢？好，我去看看吧。说刘律那个杀青以后哭了3天，真的啊？刚落律说。哦，刘律也是一个超级重感情的人。躺完2个之后，没有，咋回事？有点困。小胡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的人，他也是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的那种，特别好。哦，好的，我知道了。行，
你们觉得这一次课题会是谁发？感觉是刘律，我猜是刘律师。2号会议室集合。果然是他。心脏骤停。搞定。走。哇塞！他们这种应对高强度压力的节奏，只能用一句话形容，这根本停不下来。是的。经历了前面几次的课题呢，我看大家每次的汇报都是有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这样一个文字总结。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实务当中呢，还有一种方式，更加形象、更加重点突出、更加化繁为简，这就是诉讼可视化。哇哦，可视化！无论是给客户汇报，还是我们在法庭上去陈述，现在都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问一下，大家在大学的时候学过这门课吗？我没学过。你又不是法学院，您是在认真回答问题哈。那大家现在同一起跑线上挺好的。诉讼可视化，我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一种逻辑性、体系性、表现力都非常强的一种说服方式。当然，具体可视化的展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拘一格的。我们在实务当中需要根据每个具体案件的事实情况和我们所采取的诉讼策略，选择最合适的一种展现方式。小王心里在喊救命。本次课题我们要运用诉讼可视化去解决的是2个案例，2个案例所考察的部门法都是证券法。呀，又是一声救命。我们先来看这2个案子。第一个案件，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个上市公司 A， 它是沪市上市公司，所属的行业板块社会服务、教育。这个 A 公司呢，由于未依法披露关联交易，被证监会进行了行政处罚。行政处罚落定之后，面临投资者提起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集体诉讼。在这个诉讼当中呢，原告主张需要被告去偿付他的投资差额损失等一系列的损失金额，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案子。回头我会把案件材料发到邮箱。第2个案子，内幕交易。这个案子呢是一个行政阶段的案件，证监会在对内幕交易的行为人做出正式的行政处罚之前，会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给予当事人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在这个阶段，当事人找到律师，希望来代理申辩听证的环节。如果申辩理由得到全部采纳，那么最终当事人是可以不予处罚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证监会在事先告知书当中，你认定当事人基于对 A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参与而获知该项内幕信息，并且认为其在此后2级市场的交易属于内幕交易行为。这个案件我们会给大家披露部分的卷宗，从部分的卷宗当中去找到相关的抗辩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发布的2个案子。2个案子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我不知道大家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学证券法。小胡都捂脸了。这个案子的 KPI 是40分。哇，多少？40。但这40分是以代教律师的2人小组为单位，2组之间 PK。也就是说，你们分的是这样一种模式。哎，我可以。 2组拿1个案子，2组拿1个案子进行 PK。这40分在每 PK 的2组之间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此消彼长。
也就是说，最后的分值可能是0与40，可能是5和35，可能是10和30，可能是15和25，也有可能是20对20。就是两组要 PK 方要共分这40分。哦，天哪，极限拉扯。所以能够充分的去展现大家彼此的一个实力问题。那我们做哪个案子和跟哪组竞争呢？我们交给命运。又抽签。许文婷一听到这个啊，又抽。既然是以代教律师为小组的单位来进行 PK， 那我建议由代教律师来抽签好吗？决定你们跟谁 PK 以及你们做哪个案子啊？哦，代教律师来签，而且这律师也参与其中了，对不对？是的，他们胜负欲也会起来。就你的组跟我的组。我们两组对，你们两组。洛律会跟谁一组呢？然后你们挨个抽一个，然后传下来吧。我洗的，那我就拿最后拿吧。你们，这样。说吧，还要来一个。来吧，九爷。我拿这个呗。紧张不紧张？刺激不刺激？对，我跟您。虚假陈述，我跟您做的是虚假陈述。啊，好的，那就是内幕交易。对我们俩组内。你们俩就是内幕交易。那我们洛律组和陈律组的小朋友们自动结为对手，组内是队友。然后我跟人律，我们两组是自动结为对手，组内队友。我们友谊第一，课题第二，好吧？最重要的是我们两组共同进步。好，那么从现在开始，互为对手的，你们要展开40点 KPI 的拉锯战了。黄凯，加油！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截止到目前的 KPI 排名。在这个课题之后，我估计就有可能有人的 KPI 能够破100了。哇！所以，谁将第一个拿到能够最终获得 offer 名额竞争者的资格，我们非常的期待。你们需要在今天下午的6点回到这里进行汇报，对你们的准备时间是很短的。你们要用尽可能少的页数来展现你们的可视化结果，给当事人找到无论是申辩还是抗辩的路径。晚上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大家，加油！案件有不清楚的，可以发邮件给我，同时抄送李龙宇律师。是今天还是明天？今天6点。今天6点。雨桐，你不用担心上一轮的表现炸裂。文婷、黄凯，我们聊一聊。好的。哎，燃起了代教律师的斗志。来，我就喜欢看这种，我也爱看这种。那我们索性就在这儿聊了。那陈律，好的好的。陈律竟然回去办公室了。来，言语红号过来一下。那个，我们组的要不要到我这里聊一下？Team 大肖阳，很强，他们很强。怎么样？觉得这个还比较轻松吗？完全没概念是什么一回事。刚才要做的这次的这个课题，你们是理解还是不理解？我就证券法在学校没有学过。哦，唯一的一个本科生雨桐，你们有接触过吗？可视化没有。你呢？用可视化用过吗？没用过。都是同一个起跑线，从0开始。是，好了，你可以忽略掉了，没有什么用了，基本上。没有，他学习能力很强。这个组太强了啊！这2位。言语正确，你做 IPO 你一点概念都没有吗？有概念。哦，他有概念，对吧？3公原则你起码知道。不知道，还真不知道。这次是真不懂。懵了吗？懵了吗？
天哪，我还要速成证券法，我现在一整个不，首先这个我觉得雨桐你千万不要担心，以你的功底的话是绝对可以的，以你的功底是绝对可以的。夸夸团。然后的话呢，而且你要注意，就是证券法整个的范围内容是非常广的。你这次我们主要注意的就是虚假陈述。虚假陈述其实可能不仅存在于证券法，但是我可能还是得研究一下证券法领域。它肯定是以证券法为主。这个在法条里面肯定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所以翻翻法条有个概念了之后，他们可能就更好的可以开始准备了。因为其实首先这个课题要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呢是一个法律分析，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可视化的部分。比你们原来的课题，正常你可能做到这个抗辩思路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这次要多一步，因为还有可视化的展现。你需要向他用一个 PPT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做一个 presentation 给他，那要把你能收集到的证据和论点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呈现给他。跟我们之前的客户会面的不一样，应该要比那个简短很多。你们2个之间的配合呢，我觉得一直是非常好的。对，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正好是，更加体现你们这种团混。对外去有一个 PK 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一组搭的也很温暖，很舒服。所以时间对你们来说是非常紧的但是我希望你们俩能包揽1、2名。哇，压力先给到刘律，加油加油加油！好的，好吧，这个40分我们要以40分为目标，加油！行，快去学习一下吧。好的，真的，现在完全是需要开始学习一下。没错，加油！谢谢。我觉得我们组还是有优势的要有信心。小何老师，你能不能用1分钟之内给我们解释清楚什么是诉讼可视化？10秒钟就可以。诉讼可视化，顾名思义就是诉讼的可视化。好，听君一席话，胜读一席话就简单讲，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案件事实不是会很复杂嘛，比如今天有个案子涉及到我们7个人，那我要用文字表述可能就一大段，我听来听去，最后听是谁都绕了。但是你比如画一张图，每个人 A B C D E F G 彼此的关系给它连个线，然后在上面再画一些人物关系，这种东西也叫可视化。我知道了。就像我们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接到一个剧本，我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人物关系表？对，谁跟谁一家，谁跟谁出现谁跟谁。剧本可视化，是的，也是一种可视化。我们之前还有一个节目录制的时候，去过杭州一个叫城市大脑的一个大的演播厅，我们看到了交警的信息可视化，震惊，就是整个城市的交通信息在一个巨大的屏幕上，然后你能看到整个城市地图，然后你能看到很多小光点在流动，就是车流，然后马上这个地方红色、紫色、黑色就是堵塞的情况。那么它后面有一套算法，根据它能预判这个路口接下来会有很多车都开到这里，可能拥堵，来调这里红绿灯亮的时间。哇，我们当时看就很震惊，在一切道路不拓宽的情况之下，就通过这一套可视化加算法的搭配，能够让交通的通行效率提升3倍。哇！OK， 那我们刚刚聊到了可视化的部分，那今天呢就在现场，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在座的各位观察团。我们此时此刻为大家准备了6个信封，每一个信封里都是一道题目，题目的内容是跟我们节目有关，在过去已经播出的内容当中，让所有观众都印象特别深刻的发言。然后在座的各位每人有60秒的时间来完成一个可视化的创作。来吧。哇，好玩。好，60秒倒计时开始。这个东西它应该怎么换呢？那有一个我这辈子是绝不可能猜出来的。我吗？哎呦！传神。好，5、4、3、2、1，亮题板。精彩！我们观察团的可视化的水准。哦呦！说出来！救命！救命！救命！可视化怎么样？
哦，特别好。陷在水里面，然后只剩2傻。哦，你画得好。画得好，主要是画得太好了。好，锤爷的结果我们已经猜到了，然后我们看看甜甜的，几个字可以说吗？5个字。花园、开心、童心。不是，这是什么？草地、人。然后呢，这个四周看到这是花园，发光的人。然后发光的气球，颜色发光的红。上一期谁在金老师的位置？彭上。哦，你不红谁红？你不红谁红？让我们欢迎彭昱畅，彭，欢迎。这是你不红谁红啊？不是，这不是它的光芒吗？这个点儿，而且为了提示你们，我还特意画了，这是什么花？小红花。哦，我不得不说，虽然脑洞清奇，但是能圆回来。鹏鹏，你虽然不在，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啊，我们看一看金靖老师的。这很好猜吧？这是自责哭了，是个男孩子在哭。黄凯。就有人搭他肩膀，就鼓励他，我加了数字。再见。哦，梁威。哇！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我来猜，让我来猜，你来。是我还认为我说的那个是对的，是吧？对。就是刚刚这堆是答案，对不对？关键词不对，公式是对的。这个要怎么？可是话好难啊，这2个字。我只能就是先猜，来，只能一个字猜。好，来，这是浪，第1个字和，还是第2个字和。已经进入你画我猜了吗？咱们终于。这个是个袋子。桶。对。合同。对。合同是有效的。哎，对，那个合同是有效的。那个合同真的是有效的。那个合同真的是有效的。我想问一下，实习生的可视化不用这样吧？我们这个可视化，原来可视化就是你画我猜呀。不错了，还是很不错了。毕竟让我们把梁威一下就锁定了那个具体情境。是。下一个这边，小何这个太简单了吧 ？King 啊，11个字儿。我是不可能加班到8点的。就是后面就是大家能 get 到那个关键词，但前面的话它有一个前缀，是我到了8点是一定要下班的。他的什么是8点下班？我的习惯，4个字。我的原则。什么原则？下班原则。上班原则。再长一点。职业原则。再长。人生原则。什么原则？我的人生原则。8点下班。你做人是有原则的嘛？我的原则就是最晚8点哦。我终于懂了可视化的那个信息折损在哪儿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人类想象力的边缘疯狂试探的小贺的这一幅画。君临，来，我们看一看。这很容易猜，这很容易吗？这不就是早上8点半吃早餐？对，早上8点半吃早餐，太好吃了。对，老雷啊，老雷跟大家 breakfast。我看要不明天早上8点半，然后我请你们吃个早餐。这蛮像的。这个是谁？雨桐。懂我。我懂你。我完完全全的把握到了特点。实属冒犯，不能说毫无关系吧，简直是完全没有什么关联。他跟我说了一件事了，我觉得他圆回来了，就是现在这里面所有照片里唯一一个发型吻合。你要这么说也行吧。但是你那个我是雨桐，我不一定会高兴，我就是这么说。对不起。感谢君临灵魂画手，那接下来是超越灵魂的画手，小明哥，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这个作者他不可能超过6岁，咱就是说，一般是4到5岁左右。来，首先6个字啊，我是最严厉的，差不多有这个意思了。你看这个
4个人，对不对？很明显，其中第一个是个女性嘛，对不对？这个明显，非常明显，对啊她有头发，只有她有头发，有头发，而且有红嘴唇，你看到了吗？这是红嘴唇吗？我以为是獠牙。是有红嘴唇加上獠牙。那个叫4个人，他们怎么形容这4个人的呢？4大恶人。然后呢？只手。对了。小何好厉害啊！江湖4大恶人，排名之首。对不起啊，对不起，冒犯了4位老师，对不起啊，对不起。你看，我们只有简简单单一句话，但是当我们真的需要用图像的形式来完成翻译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信息在耗损？是，在流失太多了。精准的要锁定原有的信息，其实蛮难的，这是他们现在面临的一种压力。6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要完成这么复杂的案件的可视化的工作，压力非常大。那接下来要回到这个可视化的考核本身了，非常难的题，非常短的时间，两边4组，他们在真实的备战以及应战的过程当中会是怎样的呈现？一起来看。今天你可能要看着点邮件了，龙宇。才知道是重复2个字。你是怎么想出来这么变态的捉对厮杀的？变态的捉对厮杀啊，这是刘刘想的。我一打开这个，我当时还是有点懵，我这啥意思？我以为是直接抽姓名抽。不是，我抽的就是你决定你组员的命运。就是课题。他们小朋友都听懂了，就你没听懂。哎呦，已经开始火药味儿了，硝烟弥漫。都来谴责我了是吗？我不怕，我不怕。哟，你怎么也来了呀？哦，你们几个搞得我压力好大呀。因为已经开口跟我说了，哥，咱2人1人20好吗？要不你们就4个人合作。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好啊，这样子的，大家皆大欢喜。然后你们可以去厮杀这样子的。我觉得看看小朋友最后能做出来，因为可视化很好玩，做出来的那种冲击感和表现力是不一样的。就反正是用 PPT 的形式嘛，对吧？我不限制 PPT 也行，你给我画图，你用画图工具也行，你用 Word 也行，随便。那如果张雅琪给你来个直播呢？也可以，这怎么直播呢？我也不知道，不是可视化吗？这样子就是一个直播也是最后这个天津那个什么，那个许文婷来个天津课本。以说相声的形式题，打起小桌板，跟你说一说，这个虚假陈述呀。结果都被听到了。他们怎么这么欢乐？就用欢乐来稍微掩盖一下内心的那种即将面临着直接对抗的紧张。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刚才 slides 上面的这些 materials 还是没有？我马上把 materials 会发咱们那个群里去的啊，就是他们也会有很多，其实都是来打探的。对呀，你们再怎么准备，夸一夸你的虚假陈述有多假。我觉得其实还挺难的。我们其实已经缩了，为什么我说他们有事实问题要问龙宇呢？龙宇把一本案卷缩到了2、3页。我觉得他们因为今天准备时间是挺长的，他们完全可以用半个小时时间学习什么叫诉讼可视化。从0到1快速入门。然后可能要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时间来了解什么叫虚假陈述和内幕交易。然后呢，可能再要用1、2个小时时间梳理案件事实。然后再用1、2个小时时间去做他们最后汇报的 PPT 也好，或者是 Word 也好，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分配对他们来说会比较合理。反正这个课题呢，你说做1天半也可以，但是他们今晚就别想睡了，对吧？以孩子们这么要强的性格，还不如就卡到6点去汇报。但我没有指导，所以呢，待会儿我可能每过1、2个小时会转一圈，如果发现他们卡得太厉害，那我就同时会跟2个组说一下你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不是你们在这说话，我们外面听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啊？是的。是啊。也没关系，战略性有。对，他说我没听到。跟你说一说，虚假陈述呀。社死现场。他现在
在要在这儿，他更社死。刚刚他应该在这儿，这太好玩了。我说为什么洛丽在前一个环节就一定要走了呢？对，不然在这儿也得社死一下。他就绷不住了，估计。刚才刘律师说的最终的评判的标准，你们听到了吗？没有。其实还是说，就是看谁展现出来的逻辑清晰，旁听深刻还行。然后这个就是陈述的一些点抓得准确，而且一些就不能有错误，对吧？Kim，哎，我家2个小朋友呢，看不到了。好可爱，父爱爆棚的。然后一会儿给你们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好，就是不像以前话讲详细，现在话讲简单，那么就是发了，对，发了。他讲说标准是说呢，哎 ，Kimberly， 他邮件上会有比较多的那个资料，你看资料。强制抽离。看着，你电脑能打印东西吗？好，我等会给你把那个先开了。啊，等一下。吃饭。啊，好，我去叫 Kimberly。哇，陈爹带了饭。哎，代教老师很卷哎。人律要开始卷起来。任律师，我们出去吃。看你们陈爹已经给你们买好饭了。Kimberly， 吃饭。哇，谢谢陈律。有鳗鱼饭和青花鱼饭啊，你要哪一种？鳗鱼吧。好。这样。啊，好。我刚刚打了一份蛮重要的一个法律法规，你看一下。来看看你们卷成什么样了，已经。哎呀，我们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要让孩子吃好吃饱。谢谢。开学第1天，9月1号。还真是今天开学第1天。他在看买了什么东西，看一下这个餐标是吧？他给他 double 一下。这些是什么？是啦，每个人套餐里面，套餐里面也有一个。我先打开吧。我先观察一下。观察啥？然后再去看看怎么跟你讲。太坏了，太坏了。陈律带我们去吃海胆，去吃帝王蟹，应该卷不过了。漂亮。这是他的咖啡，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丰盛吧？啊，工作简餐还要工作，心里有数了。我现在已经侦查了你们的餐标，必胜，有点意思。模拟战先打一打，心理战也打一打。哎呦，哇，感觉自己赢了呀！来，先给你们俩一人倒杯浓咖啡提提神。哎呦，爱心手冲，这个战场上先已经 PK 起来了。谢谢了，谢谢任律。没事，我再给你拿个杯子。你别多看，我再给你拿个杯子。干了，干咖啡女孩。谢谢。来，再给你加点，也别太多。谢谢。它这没有刻度，我再给你把这点加进去。来，先提提神，
家里孩子考试，后勤得跟上。对，你们想吃什么，我给你们订。没有关系，我们还没决定好，没想好。啊，那我随便给你们订点，好吧？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干活，随时。谢谢。后勤我包了。对，后勤我包了。可爱。哦，还来看进度了。哎呦，哎呦，吓死了！看出了是吗？啊，对，看不懂这些材料，这个东西看不懂。哎呦，就笑笑，啥也不说，慌的不行。做可视化的方法都是分为4步。我觉得你现在听我的课还来得及吗？那个课是3个小时的。啊，线上学习流律课程。来不及。后悔了。当时没看到这条。带了个，哎呦，哎。这个是我房间拿的那个是吧？我自己带的。你自己带的是吧？嗯，这是有捷径的。但是我感觉东西很少，里面东西太少了，还是得看专业的司法解释。你就看司法解释就行了。嗯，你看司法解释就可以。嗯，司法解释够用。哦，然后你再找个案例。嗯，你就基本清楚了。好。我们也想要这种提示。不行，我对你们俩格外严格。加油！要不您对我严格一点，提示一下网易言语。对呀，我可以来一点提示。看看你们的进度吧。思远，你光负责输出司法解释，你中饭输出了吗？输出啦，输出啦。嗯，龙宇下去拿了。我来了中年级，不需要我自己动手，羡慕吗？我们都是亲自的，亲自。来了，这也是亲自。来，开饭了，开饭了。OK， 不行，我们先把饭吃了。哎，我们正好碰到一起吃饭哎。对呀，多好。你们吃什么？我给他们点的面，面。哦，这还是米其林呢。啊，演啥吃啥。要快1点了，你们也有点饿了吧？应该。我主要是觉得，人律自己都噎，他自己别噎。我主要是觉得外卖的话，起码1点半以后你们才能吃上。哇哦，哇哦，哇。文婷看向旁边的羡慕的小眼神，太可爱了，典型的大直男。对。万一你们俩点的少，但是在我忙完了，我可以去给你们叫下午茶。哇！还在等。完了，洛丽好，哇！好，洛丽的来了，这是一轮美食审美的 PK 啊！那我就给大家这个它的点心。哇，看起来好好吃。我好饿。吃完之后呢，都是让你们燃起斗志的。哇！任律，这2碗面咱就是说可能真的输了，朋友。刚才刘律我觉得其实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他认为就是最主要的是一个，那这一个点
就应该是一上来就先要主打的点，包括你这主打的点和其他的点后面这个权重，其实肯定是你是要有分配的。那么待会儿你们要想一下，你们最后在 present 的时候的话，那是不是会有一些重点和非重点的？就是主打是哪一个，对吧？没事，这个大家一起来的。加油 ，Kimberly！ 我没偷听，我没偷听。没有，我们那个大家都是队友，大家都是队友。哎，我真的团队战卷的就是老师啊。我们不卷，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进步，以及拿到更多的 KPI。还是得卷。为什么还有个以及？没有矛盾嘛。哇哦！那顿午餐其实展现出4个带教导师都是那种神仙领导的感觉。各位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职场上的神仙领导？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就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工位正常办公嘛，突然那个我的合伙人从办公室说：“小何进来一下。”我心里一紧，我说又要来新活了，我这手上东西还没干完呢。我正在盘算说如何去巧妙的推掉这个活的时候，他说：“来，这个是你们台州的橘子，拿几个过去尝一尝。”我说：“哦，好好啊！”我本来以为他要给我派活，结果他给我橘子，然后我就拿着2个橘子走回去继续干活。但又想就不对劲。他说：“你们台州的橘子，就感觉在点我。”他收到了台州的橘子，但不是我送的。他说：“你咋不给我？”小何，你有出息，是不是想多了？没有，我觉得你有出息。你讲的不是神仙领导吧？是神仙下属的故事吧？对，你会想怎么没给领导带？我们想再给几个呗。就给2，这怎么不够吃啊？静静有吗？神仙领导？我没有神仙领导，但是我有卷王同事。就我们之前拍戏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戏的主演是那个虞书欣和张凌赫嘛，他们俩就是特别喜欢在剧组送东西，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剧组那个氛围，就是哪个老师给我们点了，就会有场工大喊：“虞书欣老师送奶茶啦，谢谢。”然后，那你又坐在那儿。你老在哪儿？你只能也一起送，都得喊吗？剧组对都要喊的是吧？我也常常请好吗？我也很期待有一天跟小明哥一起拍戏，然后感受一下小明哥天天请我们的这个。小明哥也会经常买，对不对？经常投喂。真的，刚才他说真的，刚才不是说请吃饭吗？我就出去，我就跟你们加餐。这叫神仙领导。问了一圈，原来神仙领导在这里。我们以为小明哥去上厕所，哪里是了？点菜了。我的天！但是我其实啊，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可能年长一些，我经历的事情多。你像我的司机师傅啊，我的这个，包括我的很多的工作人员啊，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是年纪比我大的。其实我一开始就想着说，将来要给他们养老。我的司机已经跟了我快20年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碰到有家人生病啊，孩子要上学啊，这些东西我其实都会去帮他们解决。今天晚上小明哥的邮箱可能要炸，投简历的，收了我。没有，我要说的就是，其实有时候他真正的需要不一定是金钱，他可能更需要的是你在生活中对他的帮助和关注。对的，体谅一下。养老有指望了。那我想问一下，谁来关心小明哥啊？哎，你这个话说的我有点窝心了，又要落泪。俊林以后会照顾你的。是。给我养老，给我养老。俊林给你养老。那段 VCR 最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细节，4位带教导师在里面热络的聊了半天，发现玻璃门并不隔音，好尴尬。所以，我想问问看，各位有没有过那种其他身边有人在私下讨论自己，但是不小心被自己听到的经历？我有遇到过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网络上有一阵很流行说我矮，但你们也知道，其实我并不矮。就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去一个影院，我跟着几个人走过来，然后旁边就有人说：“哎，黄晓明。”然后突然那个人跟旁边人说：“哎，他怎么那么矮呀？”我当时就干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当时有2个反应，一个反应是我应该生气还是不应该生气，但是我觉得我当时还是要稍微表达一下我的观点，所以我就立刻冲过去站到他的面前，我说你来看一下我真的矮吗？他就很不好意思。小明哥，我再追问一下，你刚刚听的他是说不好的吗？比如说外面在议论你，但是说你好的，你会不会？隔壁说，哎，我今天看到黄晓明了，他其实好高的。对，你会不会走过去？你会怎么样呢？有品味哦，就你会怎么样啊？没有，小明哥反而说他矮的，他这样过去；说他高的，他就这样。哪有啊？你说一下嘛。没有很高，没有1.9米啊。对，确实没有1.9米。这么说感觉好像我很矮似的。还是在这个点上。我是吃饭的时候有听到别人在议论我。哦，我和同学在吃饭，然后我们吃着吃着，我是突然听到旁边有一桌说：“哎呦，听说今年新来的那个叫什么贺峻霖。”然后我就这个样子了，放一个耳朵过去，然后我就听人家那儿一段一段的啊，贺峻霖，然后叭说一会儿，他好像还可以哦，人好像听说还不错哦。会不会因为你的身体太明显，他们已经发现你以为你是这样，其实你是这样，别人只能说啊还可以。他们没有发现。我其实本来很想，就是听到有人在夸我的时候，我就很想冲过去跟他们。我是属于那种，因为我不是1值92%嘛，但是当时没有过去，但是我就是，哎，贺峻霖真的好像还不错，不错。对他们表示了肯定啊，点了点头。我也是，那天啊，我《好事成双》在那热播嘛，特别火嘛。然后呢，那天我坐飞机，旁边有个女的就在那看，我一看哦，看了《好事成双》，我特高兴，啊，我就想说，如果她看到我了，我一定要很礼貌的跟她打个招呼 ，say 个 hello， 说谢谢她。一路上她就没看过我一眼，然后你一直在旁边制造一些。我你知道我在旁边呢，又是吃饭，又是摘口罩，然后姑姐跟我说话什么之类的。我回头他还是不看我。哎，你知道小明哥，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在抽离疗法。哦，强制抽离了。说明这个剧抓人，对不对？剧好，就眼神一秒都离不开。这个剧完全他沉浸在里面了。我还故意说，哎，帮他把行李箱拿一下，是也说了谢谢了，但是他并没有看我。我还以为你会跟空姐说一声，你巧妙的告诉他小明就坐他旁边哦。然后空姐过来，黄先生，小明哥说，我叫什么？我叫什么名字？这里有这么多黄先生，大声的说出我的名字。我参演过什么？OK， 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很真实的在生活中的一些场景了。那接下来要回到这个可视化的考核本身了，非常难的题，非常短的时间，两边4组，他们在真实的备战以及应战的过程当中会是怎样的呈现？一起来看。浪琴小方格，让每一刻格外优雅。因果关系你打算怎么分析？因果关系的话，我看的就是有2方面，一个就是他交易的因果关系，对，就是没有受到虚假陈述的影响，他也会去买卖这股票。然后另外一层因果关系就是他有其他的系统性风险，或者是交易市场里面的风险，也可能导致他们的损失，所以就不能把全部责任归咎给虚假陈述这个行为。那我这个部分可能还是得看那个他给我们发的一个Excel表格。对股票的价格进行一个动态分析归纳，所以应该你那个 Excel 就是这么用。对，是。你觉得它的这个趋势是怎样的一个解读方法？从27一直降到17，然后有一点反弹，然后最后它那个25。对，然后最后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做成一个，比如说折线图啊之类，这样就非常的明确。对。
所以就是切块以后，它对它的股价是揭露之后有影响的，对，但是这个影响没有很大，它只是持续的这么几天，然后就反弹到本来的水平，所以就是属于它一个价格正常的波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我感觉咱们的证据得走一个折线图，把这段期间一个走势分析出来。你要把这个生成成为一个图。对对对。难怪它是会给 Excel。对，应该就是这样。是吧？先随便用。你会把这些数据做成一个图吗？你会吗？我不会。我也不会。你应该这里可以是生成一个图的 Excel， 我研究一下。咱们这有充电的地方吗？不知道。咱们要不去会议室吧？啊，也好也好。找一个没有张雅琪的地方。这个具体损失的计算的那种公式其实是很复杂的。这个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是干什么用的？跟成交量不是一个意思吗？成交量不也是交易，就是交易变更吗？这个是所有的，这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是投资者的。对。哦。他们两个干嘛？那这么看的话，你说这个给我们这个文档，它是不是要我们分析出不是因为它的虚假陈述而让我们去买的，或者就算有虚假陈述，我们买了这个也没有得到重大损失？对，我只是这么想的哈。我觉得有道理。天哪，我好害怕，那个因果关系我都没有看，我都不知道。哎呀，主要是它这个术语怎么看？交易价格。雨桐，打扰一下，我感觉这一句话是核心，虚假陈就是这个重大性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所以说我们要证明它这个虚假陈述并没有让这个交易价格、交易量有明显的变化。我想想啊，我写了一下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框架，你看一下。这个抗辩点就是在那个实务当中就叫做行为及重大性的抗辩。主要是2层，就是重大性和因果关系。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对，这因果关系那一栏就是要证，并不是因为这个虚假陈述，所以我去买的。重大性要怎么通过这个表格看出它不重大？对，我觉得框架大致这样可以。可以，看如果要补充的话再说吧。好，没问题。我们现在得想展现方式了。直播，他站在那边演讲就是直播呀。就是我感觉这个股票价格就是跟那个图有关嘛。对，就是想着我们可以做哪些图表、哪些表格啥的，可以给他们一眼就看清楚的那种。图表是雨桐的优势领域了，上一站它的图表就非常棒。我觉得交易价格和成交量可以做折线图，就是你就能看到它有没有下降和上升了。我感觉这个折线图好复杂，它给我们的材料从1996年开始。不是，主要还是要做那一段时间的。那就先只看从对，我们先只看实施日到披露日。对，先看这一段的，其他的不行我们再补。这个点也很关键。哇哦，我觉得这个折线图搞得非常好。你可以搞好几个折线，就是它那个不是有好几个数据吗？我来做图哈，你先做。交易价格，同行业，它这个社会行业板块是教育，就是你能不能找到那段时间教育的数据？你想现在去找教育的整体走势吗？它是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就是做一个判断标准。如果要是我们的那个
明显的高于同行业的其他的就是同行业的标准的话，那可能就是不利于我们。但如果要是差不多的话就可以。你看，你说的那个是对的，就是它和它的行业指数呈同步下跌趋势或者是上升趋势，就是不具备因果关系。对，不具备损失因果关系，属于就是教育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找这个数据。因为你那种应该去那种证券机构看的吗？是的。2个半小时。啊，上没事，我们已经有很多进展了。雅琪特别的小太阳，是的，一点也不到，然后永远就是 up 那种，永远活力满满。我其实有点小担心，真的就是从零开始，你就说把这个点明确的提给他们，他们都不一定能够做出来。我觉得九爷现在有点好焦虑啊，已经在担心了，担心孩子们。关键这出题人在这儿，我跟出题人一组，这才开学第1天，你干嘛给孩子们出这么难的题？其实胡明昊和言语挺好，我看到他们一起讨论互动非常多。对。其实我有一个比较主的想法，就是把这哦，他们俩这已经，我也这么想。对。要不然我大致做了个时间表。他们俩今天让我特别放心的一点是什么呢？你放心，我就不放心了。放心，我们也是要拿分的，好不好？哎呀，我还是期待文婷跟黄凯能够赢一点。这个确实，胡明昊跟王毅2个人一组，对任何其他的竞争对手都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是，你就想想他们那种配合的默契。要不要先讨论？我是觉得看这种东西，我一个人看会很困，所以我要跟你边说边看。首先，他这个要求的是我们去为赵某不构成内幕交易进行听证的申辩。对，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明他的这个行为不符合内幕交易行为的构成要件。来吧，你觉得是不是2样？一个是把事实搞清楚。第2个就是哪一点不符合构成要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法律依据写上。所以我们还是先对一下事实。文婷思路还是挺清晰的。所以前面就是他有一些债务，他想要重组，但 B 公司不行，所以他找了一个中介，一个证券公司去帮他找其他人进行一个非公开的发行股票方式的募集。他就是在这个10月17号的时候公开了这个内幕信息，所以他的内幕信息其实就是一个非公开发行股票。我觉得这是一个点。假如说A 公司本来说是我要跟 B 公司去进行债务重组，他后来去跟 C 公司了，但是我们行为人只知道他跟 B 公司这个事情，并且买了股票，那我们这个行为人犯法了。我觉得是这个点。就是说，行为人他知道这个错误的消息，然后去购买了股票，但是获得了一样的有利润的结果，那么他构不构成内幕信息这样泄露罪？我觉得这个好这个点，虽然它不一定是最强的抗辩点，我觉得是一个点，你觉得呢？是，我觉得黄凯还没听明白，对他还需要理解一下。想想。
说嘛说嘛。我现在，你说这个点我还没 get 到想通，对，没 get 到，那没 get 到我们继续聊啊。嗯，就是我的点在这儿，因为我的点也不一定是对的呀。就是 A 公司本来是打算跟 B 公司债务重组，对不对？对。但他后来在这里写到 ，B 公司向 A 公司发案称我不跟你把债务重组了。A 公司其实后面又向另一个就是这个肖某，去寻求帮助，说你能不能再帮我去找别人去债务重组啊？所以这是两件事儿，一个是 A 对 B， 一个是 A 肖某7家。如果说我们的行为人是基于 A 和 B 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公开了的情况之下去购买的他这个股票，那么我觉得我们的行为人就没有一点的错。但是如果说这个行为人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话，那他就还是在属于一个内幕。文婷也很好，真好。文婷也很愿意去帮助伙伴一起去往前推，不是说你可能基础差一点，我就自个儿做了。就这怎么实习生会这么好啊？我懂了，我懂你的意思了，我懂，真懂了。我现在捋一下，如果有什么就是不对的，或者说你的想法，我们就一起讨论。我觉得前3页那个，我们应该找出来哪些点提到，他从8月6号开始提到非公开发行那个，8月10号也提到了。我觉得8月6号以后的很多时间点都很重要。而且我们就是展示这种重要的时间点，可以的一个时间线。很好啊，很有价值。做一个时间的可视化。牛，文婷的鼓励也是恰到好处。这是2个时间点。哦，这是8月12号，谢谢你。哇，你一直在关注时间线呢，这个是我会有点疏忽的地方。这里有个信息，不知道有没有用。他说去年9月底，徐某要参加 A 公司3年定增。9月底。他9月底说的。哎，不对，10月19号是他跟赵某的首次通话，他凭什么说9月底他接到这个电话？黄某说谎了。对。鸡皮疙瘩，好的，是吧？哇！黄某他为什么要说谎？看一眼。他真的很能找细节，黄凯在细节上一丝不苟。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就是他的工作态度。对，会反复看，反复看。那我们要时间线做一个，证据的矛盾做一个。对，证据矛盾要做个表格，差不多。然后那个思维导图就是各种行为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可以做一个。来吧。最后做 presentation 的时长是不超过10分钟。还限制了那个演讲的时间。你们现在还有不到1个小时准备时间，抓紧。哎呀，好紧张啊！给你发个记账是找不到什么过一个，给大家进行 A 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各位律师好，我们团队。各位律师好，我们团队认为，针对被告B公4月27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2015年7月24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虚假陈述与交易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你先讲5分钟，后5分钟我讲政治链的问题。可以。在司法实践当中，若行为人为内幕信息知情人，8月15日 A 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我感觉脱稿太难了。你如果背的不熟，就边拿着边说。他难道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黄凯这次也想。我觉得可以，就从这一个事情开始，就改变一下。还是一贯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在汇报的时候啊，更多的是集中于电脑上的文件上的一些文字。当具有特定性格特征与人物关系的人物名称以具体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的去消化、去理解、去表达你自己的独立的意见的，相对会少一点。可能还是得花一点时间去打磨一个更好的这种表达方式。黄凯如果能真的做出这个挑战的话，就太棒了。
黄凯要脱稿啊？有这个倾向。可是脱稿是一个好难的事情啊。各位律师好，接下来由我和许文婷就赵某内幕交易案，如图中所示，以上是关于本案5个时间点。2015年8月10日，肖某在各位律师好，接下来由我和许文婷就赵某内幕交易案进行听证申辩，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以下是我们的。各位律师好，接下来由我和许文婷就赵某。他可以的，他可以，他在努力背，好吗？好棒哦！这不就是之前纯叶说的，先一个小目标，小胜利，对，努力的达到。对，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也是，我头皮发麻了，我看到这个。加油，王凯！接下来要申辩的理由是，本案的相关交易行为未发生在内幕。考核时间到了，加油！我们要进去吗？不用。哦，好的。我感觉陈爹比他们还紧张。是在1号，这个会议室。老师们坐。把握好时间，加油！加油，雨桐，加油，雅琪。放松，放松。好，那我们开始吧。好的，好。各位老师好，接下来由我和雨桐为大家进行 A 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的抗辩理由的汇报。首先，我们主要提出了以下4点抗辩理由。第一，原告并没有因为 A 公司的虚假陈述而受到损失。第二，揭露日后仍然进行买卖股票的投资者，他受损与虚假陈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第三，因系统风险所遭受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无因果关系。第四，虚假陈述不构成重大刑。首先，针对第一个抗辩理由，我们将通过视频的形式给大家解释。哦，真的用视频了？这么短的时间做了视频，他不会演了个短剧吧？他是动画，我感觉。为什么在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因为 A 公司的虚假陈述而受到损失？我感觉这个重点是损失因果关系。现在就看谁能搞呈现好。对，现在就看呈现，他们肯定也找到这个。既然点一样，那我就形式上创新。对，形式上至少要比你更清楚。除了图片还有什么方式啊？不如做个视频吧，能讲得更清楚。可以。哇，你还有这技能？片子剪出来了，主播的功能上线了，自己剪片子，采编播一体化，有点东西。我们将通过视频的形式给大家解释，为什么在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因为 A 公司的虚假陈述而受到损失。哦，出这点问题。为什么没有声音呢？没有人在这儿放过视频，所以对的，可能没有检测过。没有声音是吧？刚才都够厚的。就配音现场，或者这个时候自己解释。可以重来发一下，但我们时间在记上。哦，好的。原告的损失与 A 公司虚假陈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并没有因为 A 公司的虚假陈述而受到损失。根据我国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原告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所以，原告如果没有受到损失，那么 A 公司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判断原告的实际损失，我们要重点计算原告购买股票的盈亏情况。
我们不采用通常计算股票盈亏的方式，而是假设原告在披露日将所有股票以收盘价抛售，通过计算每次股票交易的单次交易金额，计算出原告进行股票交易。他们停住了，为什么呀？我感觉陈雅琪没再说话了。他们材料多，那是我们的记录在。通过计算每次股票交易的单次交易金额，计算出原告进行股票交易的盈亏数，也就是卖出股票所赚的总和减去买入股票所花费用的总和。若此盈亏数为正数，则股票买卖赚的钱多于购买股票所花的费用，原告就盈利。所以，原告并没有因为 A 公司虚假陈述而遭到损失，原告诉讼请求不成立 ，A 公司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他本来要讲的话，他通过视频的方式，这样他就可以完成所谓的脱稿。但是这样子不如你现场讲有感染力。对，不过呢，它有优势就是它时间会卡得非常死，也就是视频的时间。雅琪他用了很多图，可能呢在网上一些作为普法的时候会更多吸引人的注意，但是作为我们的这一个内部沟通，这些动画的运用没有意义，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也是第一次在诉讼可视化当中看到视频的形式啊，我并不反对视频的形式。但是我不觉得在这个 case 当中视频有加分，因为它视频做的有一些花哨不职业，而且它不是按照揭露日的收盘价去计算的，这是司法解释非常明确的规定。专业性有点，好的，接下来将由雨桐给大家分享我们下一个抗辩理由。我方的抗辩理由之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二点，揭露日后仍买卖股票的投资者受损与虚假陈述之间无因果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效的图表。他把信息浓缩成了这几个数字，这样子我就可以直观的了解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儿。因为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投资决定之间如果存在因果关系的话，投资者的交易决定必须是受了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或者误导，做出错误交易。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最高院认为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甚至揭露日之后，仍在进行买入卖出行为，应当认定其交易决定并未受本案诉争的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故不产生交易因果关系。我们的下一个抗辩理由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三点，因系统风险所遭受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无因果关系。整个教育系统了，系统风险很清楚，还有别的因。因为证券价格的变动往往是多因异果的，这是我们制作的2012年至2017年 A 公司股票收盘价折线图。这是我们截取的实施日至揭露日教育板块股票整体走势。通过对比两张图可以看见 ，A 公司的收盘价和所在产业板块及教育板块的股票价格整体走势基本一致。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它该到了那个诉讼可视化的核心。它就整体走势都是这样，所以就跟我这没有关系了。对的，我觉得这 PPT 这2张就够了。因此可以认定股票市场对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反应有限，认可了系统风险，并排除了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如果股价与大盘指数因某种客观原因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重合的部分的下跌幅度不能认为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计算投资损失时，应剔除系统风险的影响。非常非常好的点是做了一个教育板块的指数股价图，再加上一个个股股价图，2个一对比，非常明显的个股并没有因为虚假陈述导致偏离它的行业板块。小宇宙大爆发呀，崛起了。对啊。我们的最后一个抗辩理由是虚假陈述不构成重大性。我们可以由图看到 ，A 公司的股价在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后，收盘价在披露日至基准日之间是有一个浮动的，但是并没有一个大幅度的下跌。且我们认为换手率变化以及成交量变化也是在合理范围之间，且交易量也是有跌有涨，符合股市行情的波动性特征。以上是我们的抗辩理由框架，谢谢。鼓掌！哇，优秀，雨桐，忍不住为你鼓掌。厉害，完成度高，颗粒度细，精准度强，内容是抓到位的。雨桐他的这些表格做的是非常精简的，而且我个人感觉是可以直接拿出来到正式的这个实操当中给客户或者是怎样的。
它这个行业板块是教育，然后能不能找到那段时间教育的数据？它是可以做一个对比的。我觉得进步挺大的。刚才我们是在做自我陈述的时候，你是看着电脑了，但是你当时是应该要和谁去做沟通交流？和大家说，是吧？对自己要有些自信，不要在做学生、做律师的时候有更多的这些互动。暗设虚假陈述行为已经受到行政处罚的前提下，上述判决书 presentation 的感觉是出来了的。今天也是特别的自信。哇，就慢慢那个真正的那个律师的那个就活脱脱的就出来了，已经成长了。他之前一直盯着地或者盯着手上的稿子，他现在是跟导师们在接触。好的，2位同学坐在这个位置留下来，然后我们会去喊第2节。留下来听啊，直面啊。所以说这雨桐，你刚才说的意外吗？非常有优势啊。到我们了，好，马上来。到了。刘丽，那个会议室2的东西可以投影吗？可以投屏。不投屏我们看啥？下一组做准备哈。好。非内部信息公开采用非内部信息公开采用刑事公开论。看这刚才就是接了那个声音好小的。应该是这个，对。好，可以开始了吗？我们要计时，5分钟和9分钟，我们会提醒。让我帮你按吧。好。好。开始。好，各位律师好。我们团队认为，针对被告的辩护思路，可以从3个角度出发。第一，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第二，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最后，我们认为被告或许还可以主张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的抗辩。哇，这是个新点，这他们俩没有好像。策略1，需要同时证明虚假陈述没有导致股票价格以及股票成交量发生明显变化。首先，我们以时间轴的方式来简单回顾一下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法律事件。2013年4月27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2015年7月24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根据虚假陈述司法解释2022的第10条规定，判断重大性的关键在于虚假陈述是否导致了股票交易价格或者股票交易量发生明显变化。但由于材料没有给出足够的关于股票成交量的信息，我们在这一部分仅仅针对股票价格进行讨论。虚假陈述实施日、虚假陈述揭露日以及基准日这3个时间节点附近的股票。没看到资料，漏了。我们首先将公司整体的股票价格波动走势绘成折线图。放大这个折线图来看，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前后10天的时间内，公司的股价保持平稳的状态；在虚假陈述揭露日的前后10天内，公司的股价一直处在上下波动的状态。但是这一波动并不能说明是因为虚假陈述导致的，因为在揭露虚假陈述之前，公司的股价就已经发生着明显的波动。最后，从股票的价格差异来看，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揭露虚假陈述之前与之后，并没有存在明显的差别。好，接下来的内容将由我的同事来为大家进行展示。另外一个受争议的构成要件就是因果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交易因果关系。要推翻这个因果关系的推点，被告需要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首先，原告第一笔买入的 A 公司证券是在2014年12月22日，距离虚假陈述实施日2013年4月27日有多于1年半的时间差。第二，原告的交易记录显示，一直积极参与 A 公司的股票买卖，是有经验的投资者。交易因果关系 ，Kimberly 在这一块呢说了3点，首笔买入的时间呀，包括投资者的经验呐，包括揭露日之后有没有交易啊，我觉得他们的分析是比较全面的了。
另外一层的因果关系就是虚假陈述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我方认为，本案受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影响。本案的介入日是2015年7月24日，介入日之前，在2015年6月15至7月9日，中国资本市场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股灾。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A 公司的股价会在6月中的高位下调至7月中的低位，而股价下调是因为受到市场整体的环境所带动，所以法院应当相对减轻或者是免除我方当事人对原告损失的责任。这个案子最大的打点就是系统风险的问题，也是这个案子最终把赔付率打下来，法院可以采纳的一个最重要的点。他们很好的去提出了这个诱因，2015年的股灾。第一组是没有讲到的，第二组讲到了，但是没有证据，没有可视化。以上是我们团队对于本案的重点分析。关于相关的法规或者是司法案例，我们也准备了一个附件，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在会议后提供。谢谢各位老师。用了9分钟。你们俩坐在这个位置不离开，我去叫第3组。啊，好。哦，原来是这样。哦，他们喜欢这个点。肖阳，察言观色的王者。刚刚这点笑了，他喜欢你。是。他们都拿着念。对呀，我感觉脱稿太难了。加油！挑战一下，加油！快到了。第3组，好来了，可能需要你投一下屏，因为你有最后版本。好。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汇报完就可以留下来听。好，我们开始。好。开始吗？好。扔掉，加油加油！各位律师好，各位律师好，接下来由我和许文婷就赵某内幕交易案进行听证申辩。漂亮！哇！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以下是我们的申辩理由，这里先由文婷为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申辩点。漂亮。首先，想向各位律师介绍一下，以下是我们申辩的要点。第一点是相关信息是否构成内幕信息。本案中定增属于重大事项，因此构成内幕信息。第二点是行为人是否是内幕信息知情人。本案中在笔录当中多次提到，例如徐某是名义上持有人，实际上是赵某出资参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定增基金实际上的控制人是赵某，因此赵某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第三点即是否发生在敏感期内，若行为人是在敏感期过后发生的交易，那么就是基于公开信息进行的交易，是我们可以探讨的申辩点。第四点就是行为人是否知悉内幕信息，在这一点当中，赵某从韩某处知悉了内幕信息，但是这个知悉的时间点，也就是第5点是可以探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探讨的是第3点以及第5点。哇，这个好棒！哇，逐点探讨。我觉得他们去列出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这点非常好。就告诉你，其他我不分析，是因为我觉得监管机关认定的没问题，所以我只把几个有争议的点拿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在我们要申辩的理由是，相关交易行为未发生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以上是本案中5个时间点：2015年8月10日，肖某在 A 公司实际控股人的授权下拟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简易方案。颜色他也画心思条了。8月15日 ，A 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提及正在商谈债务重组，并且向公众表明在符合条件下欲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人律笑了，他的语速变快了很多，自信了，找到感觉了。内幕信息公开是指内幕信息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媒体等网络进行披露。基于上分析，我们认为在8月15日这个时间点构成内幕信息公开日。根据内幕信息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内幕交易中内幕信息敏感期是自内幕信息形成至内幕信息公开这个时间段，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中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5年8月10日至2015年8月15日。哇，好，
就看到我都在对打鸡血了，你知道？一个字都没错啊，这么复杂的，我又想哭了。我也是，小明哥，我懂，我刚刚也是一直在自己整理，自己成文，自己脱稿。其实我觉得今天黄凯进步还挺大的，以前好几个课题的时候一直在 Q 他说在念经，在读这个法条。他今天表现力还不错，他今天基本上脱稿，而且表现力还是不错。今天我就一直看到黄凯他在门口这边，然后自己就在那边演练。各位律师好，接下来由我和许文婷就赵某内幕交易案如图中所示，以上是关于本案。你说他们代教律师也是从这一步一步走过来，他们应该看到他们太有感觉了，太有体会了。流泪哭了3天，其实也有哭到，就是感动当年的自己也是这样一步一步。8段青春映出来自己一段回忆。其实这个就是他对自己可能通过这些练习，对自己更熟悉，然后也就更有自信了。通过这些练习，如图中所示，我们赵某的交易行为为9月16日全部卖出账户中所持有的股票，并于9月18日全仓买入 A 公司，于11月2日全仓卖出 A 公司。相关的买入和卖出的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内幕信息敏感期之后，赵某是利用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因此我们认为赵某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接下来由文婷为大家讲述我们其他的申辩理由。好棒！好，接下来由我为各位律师进行下一个申辩理由的讲解及行为人未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在告知书当中，经查明，赵某分别于9月18和22日买入了 A 公司的股票。同时，在告知书中，行政机关认为赵某知悉内幕信息应不晚于9月左右，因此，行政机关认为赵某交易的行为是利用了已知的内幕信息。而在证据当中，不同的询问人对于赵某知悉的时间其实有不同的供述。按照时间顺序来看，首先是陈某的笔录，陈某认为在9月份左右，韩某电话联络，表明赵某参加定增。但是在备注表明该通话记录未能被调取，因此没有其他证据的一个印证。其次就是在黄某笔录当中提到9月20几号，赵某打电话表示要认购 A 公司的定增，但是黄某通讯记录中，赵某的电话10月19日才首次与黄某通话，因此黄某笔录里的内容与通讯记录是不相符的。再次在赵某的笔录当中，其提到国庆之后杨某向其介绍定增项目，在杨某的笔录当中提到10月10日之后，赵某介绍过此定增项目。而且在杨某的通讯记录当中，在10月12号与10月19日均给赵某拨打过电话，因此这几份证据之间其实是相互印证的。文婷今天的表现很好，对，我觉得她的可视化做的也很漂亮。我觉得他的那个其实简单清晰，对，真正达到可视化的目的了。对，最后。这张图表总结了以下在案件证据材料当中证明力比较弱的部分，所以行政机关据以做出行政处罚的证据的证明力是比较薄弱的。哇，真的好清晰简洁。是的，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以上是我方所进行的一个申辩的陈述，谢谢各位律师。哇哦，鼓掌！哎，这组真的很棒。他们的事实真的梳理得很好。好清楚，我感觉他们要赢了，8分钟。他们俩都想鼓掌了，都忍不住。我想鼓来着。听别人的讲解，觉得清晰吗？贼清晰，贼清晰。被夸了。等会儿汇报了，咱们再来模拟一下。要不来点下午茶，提升一下状态？好啊，那来块趣多多香脆曲奇吧，酥酥脆脆，每一口都能吃到巧克力豆。好呀。真不错，一口美味曲奇趣多多，愉悦 Gap Minutes 点亮一整天。对啊，每次汇报前我都离不开趣多多。我看不止诉讼可视化，你的快乐也可视化了。我给你发的是我那一块的讲稿。你们还记得刘律跟他俩说啥吗？我希望你俩包揽1、2名。对，好霸气啊！最后一组。这么多人，原来是这样子的模式。
思维律师其实我们这次主要可视化是以时间轴为依据的，但是因为这次的事实部分比较多，所以我们还是为思维律师准备了一个人物关系图。哦呦，你看这个，哇，他总能够把这个颗粒度做得更细，还能再往前走。其他那几个人想还可以这样，这就是创造性了。本次我们所讲的案件是赵某涉嫌内幕交易 A 公司的股票案。具体这一次我们的申辩其实是2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觉得赵某并没有利用内幕交易进行交易，第二部分是说内幕信息并非 A 公司要进行定增，而是定增的细节安排。首先，根据这个行政处罚依据，他们的依据是认为赵某主要存在3个比较异常的行为。然后接下来我就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行为是赵某的一个正常判断。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赵某的身份。赵某其实是上海这间公司的执行董事跟法定代表人。通过这个，我是想说明赵某本身他不仅仅是一个金融行业的一个从业人员，而且是具备相应的这样一些专业能力，甚至是管理能力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赵某的各个行为都是正当的。首先，他的第一个行为是在9月16号这一天，他把所有的股票清仓了。那根据所有的新闻以及网络公开信息显示，在 A 股在当日收盘前暴涨5%。在这个绝好的时期，清仓是再不过的，因为它是 A 股的一个制高点。漂亮。此后，赵某在2日后开始选择了 A 公司的股票进行投资。A 公司目前因为深陷债务泥潭，已经成为了 ST 公司，股价处于低位，是好的选择之一。此外 ，A 公司在8月15号发布公告，对外宣称自己虽然深陷债务泥潭，但正积极与多家相关机构商谈重大事项，说明愿意帮助 A 公司走出泥潭的机构肯定不止 B 公司一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9月8号的终止公告没有让赵某放弃 A 公司。另外，我们再来谈一谈为什么他在10月2号之后又选择把 A 公司的股票卖出。这个其实是因为 A 公司非公发预案已经发了，这说明这次债务重组已经步入正轨。那么这个时候市场对于 A 公司的信心很自然会增加，那么股价自然会上涨。这个时候又回到了我们的低买高卖原则。当 A 公司股价上涨达到高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卖出的好时机。言语在这里有一个加分点，异常交易其实是一个论证点，但是我觉得可能有限的时间他们来不及，所以我把他们所有交易记录抽掉了。但是言语在没有交易记录的情况下，他仍然去结合了一般的投资理由，去分析了一下到底是不是异常交易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亮点。所以综上，赵某此次的这些全部投资行为都是基于一些正常的合理判断所做出的。然后接下来会有我的队友给大家讲一下其他的。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证据链的问题。我们主张监管机构所依赖的证据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赵某确实是利用了内幕信息来进行交易。首先，在8月15号的时候 ，A 公司就已经发布了停牌公告，并且告诉大家它要进行非公发。因此 ，A 公司非公发这件事儿从8月15号开始就已经是公开信息。此后，在9月16号沪指暴涨，根据当年的金融历史显示，所以赵某在9月16号做出的全盘抛售的决定也是基于公开信息。他俩的脱稿都好有，就是感觉这些话都已经不是背下来，他就是在脑子里储备的。他理解透了，在讲得很清楚。他们有点天才型的感觉。这个就是说，不光是每天熬夜学习那种，是真的有天分，就别人家的孩子。之后，在9月20几号，黄某在询问笔录中称接到赵某的定增意向电话，但是这一条是不可信的，因为通话记录显示，在10月19号，黄某和赵某之间的通话是他们两个的首次通话，而且在10月17号之前呢，陈某与赵某等人面谈过保底协议，而且这个公司的陈某声称只见过赵某一次，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的依据来证明陈某曾经与赵某通过电邮或者电话的形式透露过任何其他的信息。这个案子监管机关去认定是靠2份证人证言，一个是陈的证人证言，一个是黄的证人证言，所以这2个点是都抓到了，这是非常好的。胡明浩和言语这一组的话呢，他们的整个的可视化的这些时间轴其实非常详细，就是一上来感觉啊，你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了，但是可能让人感觉你的重点究竟是什么？其实你要突出的是哪些？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就弱了一些的点。
重点的话，文婷刚才做的反而更清晰，因为文婷是结合构成要件去反驳的。和个人的陈述，还有一些电话显示，黄某并没有把这份认购意向协议告诉赵某。等到了10月30号，这个9名非公发的对象就被 A 公司给公开，已经成为了公开信息，所以它所依据是黄某的通话记录、电邮记录和舒某的陈述。等到了11月16号，黄某才邀请赵某和舒某建立了 A 公司定增项目沟通群，也就是说只1分钟，好像太多了是吧？这个对的，你这个信息还是摘得多了。他应该提炼有意义的时间节点，哪怕高亮或者标红都会更清晰一些。直到11月16号，赵某才有一个可能的渠道来了解所谓的内幕消息。之后等到11月16号合同初稿出来后，11月19号和11月26号是整个协议的签字的过程，所依据的是黄某的陈述和电邮的记录。所以说，赵某了解内幕信息是在他抛售以后的，而且在本案中，监管机构未对韩某进行询问，难以确定赵某10月份所了解的内幕信息来源及具体内容。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在证据链中是缺失的。综上所述，我们主张监管机构所依据的证据不能证明赵某确实利用了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好，谢谢各位律师。9分半，哇，极限！请所有同学回到你们的座位等待。哇哦，哇，脑子要烧掉了。刚刚整个可视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丰富的技术手段，在他们准备的时候，哪一组的那种默契啊或者特点让大家印象最深？对于我来说，还是许文婷和黄凯。对，怎么讲？我觉得就是许文婷就引导黄凯那个点吧。对，主动邀请。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特别戳我吧，就是，你可以勇敢的来表达，我又不是说我的点一定是对的，而且把话匣子一下打开了。黄凯引出了时间轴，而且成为了他们汇报时的亮点。对，我觉得黄凯就是他真的很细腻，我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就是不敢把自己的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而已。而且他最后那个脱稿的那个决定，把稿子一甩，太帅了。我觉得就是很决定性的瞬间，因为我觉得黄凯就是让我更理解一个道理，就是你最后的这个世界就是你的每一次选择。我们能看到他那个手的摇摆和挣扎，但是他就是选择了扔开。我真的觉得就是在那个瞬间就状态为王。对，他可能他的专业知识没有别人那么的充足，但是他把那个一丢掉，他整个的状态已经告诉了所有人，我现在就是自信的。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来说，他就已经赢了，激活了，向前一步，勇敢一点，就一点点。对，蜕变了整个人。我觉得雅琪他们俩就像两个那个燃烧的小宇宙，就很积极推动每一个事情。就是我每次看到他们俩的 VCR， 总给我感觉就是挺燃的，让我自己感觉也挺 up 的。就他俩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染力。对对对，另外就是雨桐，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真的进步好大。就眼看着他从一开始叫救命，对，救命，到现在开始非常的淡定和从容，我觉得很棒。雨桐今天真的是表现高光，他说了3个点，点点到位。对，我其实看完这么多所有的实习生展现的图文，我到现在最印象深刻，我觉得最一击毙命、最有说服力，其实我印象当中还是雨桐的那个行业的折线图，就他告诉你这个行业大盘的走势是什么，然后再看我单支的这个走势，让他发现它吻合，就可以用最简单和最直观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可视化最核心和本质的东西，把最繁琐的东西化成最简单的，然后告诉你我的思维的重点是什么。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趣多多职场充能竞猜时刻。那在竞猜之前，先要向各位分享一个喜讯，就是经过了7个课题的比拼之后呢，已经有一位顺利的获得了100以上的 KPI 值，赢得了第1张 offer 的入场券。哇，已经非常非常棒了。所以我们本轮竞猜的题目就是首个获得100个 KPI 值的实习生是谁？我们要回顾一下现在的分数情况。
朱臭莹是80个 KPI 值，网易言语75个 KPI 值，张雅琪75个，胡明昊60个，许文婷60个。那现在最有希望的毫无疑问就是 Kim、王毅和张雅琪了。Kim。对，雅琪的组对标的是 Kim 的组嘛？那如果这2组的话，我其实觉得 Kim 的组赢的概率还是大的。我觉得拿20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对，我觉得 Kim 赢的概率最高。首先他们组也优秀，其次 Kim 表现也非常优秀。没错，王毅要拿到25分以上，就意味着对方只有15分。但刚才来讲，显然没有到这种差距。对，每一位呢都会有一份我们的投票卡，来点个。第一个抵达100 KPI， 只要我们当中有4位猜对，我们就可以点亮一盏充能之路。我觉得这次我们会比较统一哈。是的，我给了 King， 来，我也给 King。King， 金老师已经金老师画了，嚯，你的可视化可以呀。那我们全票是 King 哎。那我们能不能成功点亮第5站充能之路？结果马上公布。来看下段 VCR。我觉得你们都讲得好好，就是我一下能 get 到内幕交易是干嘛的。但我感觉我好紧张今天。我觉得我们是最简单的，应该是最简单的。我感觉可能是吧。我觉得他们也像是听得懂、满意的啊，那就已经算了。你觉得我打岔影响到今天的发挥了吗？没有，完全没有。你说哪次打岔？就是打岔啊！对，结巴了嘛。没有，我觉得你该说的都说出来。那就可以。他觉得自己好像打岔了，但其实没有。我先说一下他们每个观点对不对，然后你们再结合你们对可视化的感觉，再给我一些反馈，然后我们再最终评定一下，可以吧？好的。首先是汪雨桐和张雅琪这组。他们展现出了主要的观点，但是第一个观点是错的。他如果在揭露日和基准日之间有卖出，是按照实际卖出价；如果没有卖出，是按照基准价。这是司法解释非常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不觉得在这个 case 当中视频有加分，因为他视频做的有一些花哨不职业。而且视频上的点，你完全是可以通过你的图片加你的讲演来展现的，而不需要你去录音录在视频里。是。但第一组非常非常好的点，是做了一个教育板块的股价的图，它是指数股价图，再加上一个个股股价图，2个一对比，我想那块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对吧？对，我觉得这个点就拿分，而且拿得很好，本身就是加分。哇，雨桐太棒了，唯一的一个本科生。肖阳这组呢，在交易因果关系这儿，我觉得他们的分析是比较全面的。在系统风险的问题上，他们很好的去提出了这个诱因，在第一组是完全没有体现这个诱因的，但是他们没有去做这个股价的对比，在这一点上非常失分，因为这是这个案子最大的打点。说实在的，这个案子到最后法院就采纳了这1个点，所以在这里是非常可惜的。然后我来说一下第3组，黄凯和许文婷。这组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去列出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这点非常好，对，非常清晰。只把几个有争议的点拿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文婷今天的表现很好，对。按照时间顺序来看，首先是陈某的笔录。陈某认为在9月份左右，韩某电话联络。我觉得他的那个其实简单清晰，对。可视化做的也很漂亮，其实胡明昊的点比他多，对，打点打得比他准。首先在8月15号的时候 ，A 公司就已经发布了停牌公告，并且告诉大家，但是他的展现力、表现力是差的，呈现不好。对，胡明昊和言语这一组的话呢，他们的整个的可视化的这些时间轴，听到了，就刚签我名了，然后每次他们都这样，就是想他是不是知道我能听见，想逗我们？下次我要再听到他们这样，我就过去。赵老师，您叫我。你去偷听一下，顺便跟我说一下。顺风耳，把自己耳朵折成这样，好可爱啊！我现在觉得就是0分
系，因为我已经及格了。别想搞我心态，别想。60了，小眼神儿。好好，别搞我心态。对啊，他还在安慰黄凯。我是觉得，个人纯粹从可视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有效传达的这一点而言的话呢，我是觉得黄凯和文婷可能是更加好一些。胡明昊和言语这一组的话呢，他们的整个的可视化的这些时间轴，包括他们做的这个人物关系图，其实非常详细。但是你希望从这个图里面，其实你要突出的是哪些，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就弱了一些的点。下面牵扯到给分的问题。哎呦，4位是自己给啊？怎么给呀？就是给分很纠结，点评很简单。大家怎么看？好暖啊，文婷，神仙队友哎。黄凯上一个课题叫我赢了我也不开心，这个叫我输了我也没遗憾。对，我输了我也开心死了。我今天分多少？是啊。准备收邮件了。完了，要发邮件了。我可能不想打开，还没有呢，哪有那么快？发了。啊。全是20啊，这么平均啊？那8个人每人20，那就是 King 吗？那我们猜对了。那就是 King。关于敏感期这一块，黄凯的分析是不对的。这个案子敏感期是很有特点的，他是先公开了，说我要去做定增，后来因为中间有障碍，又发了一个终止公告，后来呢又解决了这个障碍，又恢复了定增。所以黄凯一直在分析前面那段，我已经公开了，已经公开了，后面终止了呢，终止之后再恢复了呢，他没有关注到，所以这个点结论整体是错的。可能还真的各有瑕疵。你们俩今天的这个表达都特别好，对，真的是，尤其是黄凯，因为你一直都还是不错的，在这个表达方面，黄凯今天是进步非常大，总体我觉得是不错。但是，刘律师抓住说你那个法律的一个点啊，就是对，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你也没有接触过，对吧？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觉得也能看到你的努力啊，真的非常好。主要是我觉得黄凯这一次他自己也说，就是这是他做最满意的一次课题，对他自己真的就是一直在努力，真会鼓励，太暖了，鼓励的悄无声息的。文婷应该是这里面最适合跟黄凯组队的一个人了，他身上没有任何一个锐角，你感觉？他们第一次吃饭的时候跟九爷，文婷是整个听到那个黄凯的故事啊。是的，他应该是对黄凯最了解的。你说嘛。我现在，你说这个点我还没 get 到，没想通，对，没 get 到，那没 get 到我们就继续聊啊。因为我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呀。这个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个杨某和当事人他们时间线是一样的。
哇，你一直在关注时间线呢，这个是我会有点疏忽的地方。你如果背的不熟，就边拿着边说。我应该能背熟。如图中所示，我们赵某的交易行为为9月16日全部卖出账户中所持有的股票，并于9月18日全仓买入 A 公司，于11月2日全仓卖出 A 公司。相关的买入和卖出的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哇哦，呀！我们对了，拿到入场券了。我晚了很多才看见店哟。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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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太难了。胡明浩还是有点失落哈，他也掉出前3了。只有最终达到100点以上的实习生，才有可能具有竞争 offer 的资格。当然，你如果说我特别优秀，我能拿到150点，可以，我们愿意给到1.5年级的定薪。各组想单独复盘的，可以找各自的代教律师。要不要小落绿？感觉我在无颜面对落绿了。没事。陈累，很累。对现在自己 KPI 是什么想法？有点少。包括我在想，你可能一开始定的目标也不是100吧？对。你是不是也想把自己定在150的？是的。但是现在第7个课题还只有1半多一点。我觉得几个课题的考核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你的短板。就其实你是知道民事诉讼程序，也学过仲裁法，知道仲裁程序的，但这些东西怎么运用到商业实践当中，打成一个组合拳去做出一个方案？比如说那个胡明浩，我们一致总结你在应对客户上，你是那么的冷冰冰和无情，毫无亲和力。胡明浩那个呢，也不能说不对，他就是一盘铁锅炖，反正都在里面了，和尚念经。包括有一些你到后面汇报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力、展现力啊，以及汇报的时候怎么去体察对方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基本技能。学生气还是太重了一些。所以你会说拿到案子之后啊，我先去看法理，我先去看论文，其实你今天你说的点跟许文婷说的点是差不多，甚至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点你们还要更全面一些。但是抓耳你就不如他抓耳。然后我还是觉得你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可以慢慢来。明白。好，那我暂时没问题。对，就不要着急。好。好，谢谢刘律师。没事。他有方向了，我觉得。明白了，律师的感染力。这一下就点通了，他通了，我觉得他心里通了。这个就像我们在说台词似的，那你得有感情的表达和没有感情的表达，它出来会是2种不同的效果。你到后面汇报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力、展现力啊，以及汇报的时候怎么去体察对方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基本技能。
学生气还是太重了一些。哎，我很沮丧啊。没有，我在想我怎么让自己变亲和一些。其实他一笑，这个虎牙多有亲和力。那就常带微笑，经常露出。我昨天其实对着镜子练带微笑说话，对着镜子练，特别诡异。那你不要强颜欢笑，就是你自己学会放松自然，对吧？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也不要刻意，就是自然让人感觉比较舒服，做自己就好。好，谢谢陈律。他昨天就对镜子练了，说明他自己也意识到。要帮我示范一下？你能不能就是模拟讲一段你当时 pre 的时候说的话？为啥呀？我学习一下，就是随便挑一段。行。哎呦，你看文婷真的温暖啊。OK， 那就在这儿了。要不你先？来熟悉一下啊。好。第一点是相关信息是否构成内幕信息？这确实有点病了。重大事项，因此构成内幕信息。好，就这一段。然后，如果我刚刚说的是，以下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设想到的有可能的申辩点。第一点是相关信息是否构成内幕信息，本案中定增属于重大事项，因此构成内幕信息，因此赵某是内幕信息知情人。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差别还是蛮大的。就是我懂你的点在哪里，你没有重音，因此你就说因此赵某是就是你可以分因此它是一个词，然后主语。什么动词啊，什么形容词，这些都可以换一种语调说，是这种感觉。你要不要再试一遍？第二点是行为人是否是。第一点。第一点，是相关信息是否构成内幕信息。本案中定增属于重大事项。好多了，真的好多了。嗨，雨桐。嗨。雨桐，这次考核感觉你变自信了，调整了心态，而且这次考核兰蔻谱写你未来上，透过结构看 PPT 设计也有帮助到我，是一个系列课程，我已经学到了这节由繁到简，逻辑图示方法应用，让复杂内容可视易懂。老师讲过，复杂的内容首先要提取要点，其次要分析内在的逻辑关系，最后要画出草图再做设计。我也学过这个课程的，讲到了逻辑关系分大小、内外、高低等，所以说找到逻辑关系是最核心的部分。还有一个系列课程叫职场 Excel 轻松学，也有教到如何筛选数据、制作图表等，这次也帮到了我很多。将复杂的内容可视化真的很重要。兰蔻谱写你未来真是初入职场的好朋友。是的。其实胡明昊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专业实力毋庸置疑，好像所有人都没有过质疑这一点。但他现在这个分数确实跟他心中还有所有人心中对他的期待有些差别。然后刚才大家也提到，一个是表达亲和力的问题，所以两位是真的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对吗？他其实就是最基础的是，我觉得就是培养出自己的语流。语流的背后就是有重音，有轻有重。然后同时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对象感，就他有的时候念，你们觉得念 PPT 是因为你感觉他对着屏幕念，这个第一条法条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想你在跟一个人说，你想告诉他，比如说你跟他解释的时候，想到你有个对象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会帮助你锻炼。他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对象啊？是因为没有对象的问题。因为刚才导师都提到了嘛，学生气太重了。说胡明昊一讲，总有一种校园感，像做题一样，不像进入到了这个社会的那种质感。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帮助可以给到他们？其实是有的，其实不针对这个明昊他的这个表现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刚刚进入到职场工作的时候，很多的一些领导或者说稍微比你资历深一点的同事，我们会比较怕碰到的情况就是刚刚进来的这个人他太学生气，这种其实是一种稍微带点贬义，但是很轻柔的一个指点，意思是你要赶紧变得成熟一点。比如说，刚刚进入职场工作，很多同学会有一个惯性，就是东西他不会自己主动去钻研，是等着人来教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职场当中，别人来教你，它不是别人的一个义务，你需要学会自己去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生气。
还有一种是主动的去争取机会，因为在学生时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安排好的，但是进入职场了之后，所有东西都是要你主动去争取的。比如说以我们律师来举例的话，可能我前2年要做一些案子，但我不能只等着上级律师来分配这些任务来给我做。如果你真的想要成长的话，你要自己先有一个目标，说我想，比如说我想成为骆律那样的律师，那我想做他领域的事情，那你要多多的去讨活，看一看有什么机会成长的，你可以去参与进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学校里都是要我干嘛，职场是我要干嘛，那个主动性一下子那个力道就不一样。对，那我还有个小建议，如果看我们自己学校里毕业生啊，到职场的时候，如果快速迈过这一关的话，有一件事情是要把那种标答思维转换成最优解的思维。就在学校里答题永远有一个标准答案，是的，所以我们解题它是一个单向度的，我去靠近去找那个标准答案，答出来结束了 over 100分。职场不是，职场所有面对的问题没有标答，它只有最优解或者更优解。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不再是答题者，我们是出题人。我们要从错综复杂的真实的生活当中找出我要解决的那个题，然后不断的调整，资源不断的流动，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动态的，它定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更加会体会到，就是迈出校园那一刻，好像一个实践比在校园里，也不能说校园里没用啊，这个完全不是这样的。校园里其实老师还一直都是帮着你的，老师在保护你，老师在鼓励你。你能不能成功，完全就是靠你那一瞬间的表现。不行就是不行，而且这个东西是口口相传的，几百号人看你那不行，转头下一步戏就说他不行，不要用它。进来社会是多么残忍，是吧？社会的毒打。是的。这说的都还只是技术层面，如果说再到为人的层面，情商啊、跟人沟通啊、人际关系的相处啊、上下级的向上管理啊、向下管理，那这更是在工作中一点点学习了，校园可能都不会教到。好，那当我们聊完了学生气之后，也要到了这一期又一次的点灯时刻。恭喜朱寿莹拿到第一个100 KPI， 也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哇哦！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点亮本季的第5站充能之路。弟弟来，让我们的少年，最少年的肩负重任，跑过去吧。对，一路飞奔。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本季的第5站充能之路，3、2、1。哇，我们太棒了吧！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一期亮了2盏灯。那到现在为止，也经过了7个课题的考核，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实习生都有不同的程度的成长和进步。此时此刻，朱寿莹顺利的突破了100 KPI， 其实把压力给到了剩下所有人的身上。接下来只剩下最后2个课题等待实习生的挑战，而我们的加油团也有压力。我们至少还要点亮2站充能之路，才能争取到一个额外的 offer。不就是权重吗？没问题，就靠你了。你现在已经打入到敌人内部了。接下来也让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加油，实习生们也要加油，我们观察团也要加油，共同为最后的 offer 而战。下期再见，拜拜，拜拜。咱们小会议室集合。这什么呀？今天呢，带大家做点飞速的业务，体验一下资本市场律师的日常生活。第一个 IPO 项目里突发事件的处理，准备一份分析文件。第2个并购尽调项目，这么多文件，在今天晚上7点钟之前完成。晚上7点，我们有一个错误率的上限，5%。这个真的很挑战。这些是要干嘛呀？这些材料核对一下历史严格部分的底稿，几千份。我们一个个对。接连不断的来啊，我都要绝望了。我感觉这个课题好难呀，真的是个技术活，时间太紧了。没有别的急活可以下班了。北大演出哎。现场肯定超燃。有个急事儿啊？这么突然啊？有个急事儿。为什么让我们突然回去？又上了个任务吗？这影响太大了。这还睡吗？这晚上这。
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学生气一定是贬义词吗？未必。当企业招聘选择应届生而不是有经验的员工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就是看重学生某种方面的学生气。举个例子，年轻人敢闯敢拼，有斗志，不认输，有拼劲，这些都是企业成事的基础。学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他不会被职场上的各种条条框框所限制，非常敢于创新，非常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这也是企业非常需要的学生气。打破极限，用尽全力唱出一片天地，你可以找到自己，成为最想成为的自己。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意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